馬尼拉參議院大樓裡邊傳來的槍聲打破了這裡原有的安靜，並且打掉兩個權力家族留下最後一點尊嚴。從5月11號到13號這3天之內，在菲律賓政壇發生了彈劾、奪權、追捕和槍擊等一連串的鬧劇之後，該國的政治鬥爭也已經完全暴露出來。目前大家所關心的是沙拉是否能夠繼續擔任副總統一職。大家好，我是謝飛啊，歡迎來到今天的謝飛觀察。那今年2月6號的時候，這沙拉的這個彈劾禁令到期了，但是敵對的一方馬上提交了一個4個彈劾申訴。最後呢，幾個禮拜裡邊，參議院完成了聽證這個程序，並在5月11號全體會議上以257比25的一致性的結果通過了彈劾議案。而反对派呢，給這個沙拉定下的罪名也不輕啊，比如說濫用機密資金、有大量不明來歷的錢財，以及公開宣稱要雇傭殺手暗殺總統等等。根據菲律賓憲法的規定，彈劾案將會被提交給這個參議院進行審理。在參議院裡邊有24位議員當中，如果其中有16位議員对沙拉进行定罪的話，那麼沙拉就会被免职，并且永远不能再次任職。沙拉呢，并不是第一次遇到這樣的情況了。在2025年的2月的時候，眾議院呢也曾經對他的彈劾案進行了一次審理。但是在7月份的時候呢，這個最高法院根據美國憲法當中關於不能對同一個人在1年之內再次提起彈劾的規定，判定此次彈劾無效，並且參議院呢以這個19比4的比例決定把該案擱置起來。那一次呢可以說是這個驚心動魄，但是馬克思一方顯然不會就此罷休。那麼小馬克思的目的很清晰啊。沙拉在今年2月18號的這個時候呢，就已經宣布自己將會參加下一次的總統大選，並且在這個民意調查當中呢，一直處於領先地位。如果不趁着現在把他的位置給換掉的話，那麼在2年之後舉行的總統大選上，他就會沒有任何懸念的當選為下一任的總統。這才是關鍵所在。那麼我們分析一下啊，這個馬克思手中握有眾議院，那麼他的表弟羅梅亞爾德斯擔任众議院的議長，長子桑德羅掌握着這個司法、撥款等這些重要部門的實際權力機構，而與杜特爾特關係密切的議員們早就被他清洗一空了。因此，眾議院的第一道關卡在一開始的時候就沒有什麼這個懸念可以存在了。那麼，這個真正的大戰就是在參議院進行的。但是，5月11號這一天呢，卻發生了一個出人意料的變化。就是失蹤了6個月之久的參議員德拉羅薩呢，在國家調查局探員追捕之下，從這個走廊、樓梯間一路狂奔至了這個主會場並在此處投下了決定性的那一票。最後以13票贊成罷免參議長這個索托的結果結束了這次的選舉。杜特爾特的支持者前外長卡耶塔諾呢，獲得了參議院多數席位。這個德拉羅薩呢所做的這個一舉一動，說實話都帶有很大的風險呀。他頭上一直掛着這個國際刑事法院在2025年11月秘密下達的通缉令，罪名是反人類罪也就是說，指其在任國家警察總長的時候所指揮的扫毒行動，造成超過32人喪生。當天晚上他就出現在了參議院，並且呢，国際刑事法院也很快發布了該逮捕令。此时此刻的巧合，只有明眼人才能看得出来。馬克思政府呢與海牙之間存在着某種默契的合作關係。接下來的2天裡邊情況更加糟糕。那麼國家調查局呢曾經2次想要把這個德拉羅薩呢抓到參議院裡邊去，但是都沒能夠成功。5月13號晚上，手持武器的執法人員衝進參議院大樓，並與大樓內的保安發生衝突之後，在此之後便傳來了大約30次的槍聲。事後警察把一名國家調查局的司機給抓了起來。而軍隊呢，也馬上出來澄清此事與他們無關。這小馬克思也在深夜發布了視頻來否認自己曾經發出過逮捕令，並且希望所有人都能夠保持冷靜。德拉羅薩呢，躲到了這個參議院裡邊3天之久，一直到了15號的清晨才出來。參議院的這個權力移交之後呢，就影響到了這個彈劾案的發展進程。卡耶塔諾呢，掌握着彈劾審判的所有的程序。比如說何時開始審理，何種證據可以提供，如何進行辯論等等，都由他一個人說了算。已經宣布在5月18號呢成立這個彈劾委員會，並且表示只會遵守本國法律，而不會受到國際刑事法院的這個影響。根據目前力量對比的情況來看，
杜特爾特一方呢有5張鐵票，中间勢力大約也有这个5张左右，但是大多数人都不愿意和马克思合作啊，想要凑够这个16张来定罪的话，我想这个难度很大。回溯菲律宾历史上的5次被弹劾的官员当中，只有1个人是前任最高法院院长，并且最後被判有罪。但是呢，馬克思手中呢還有最後一張王牌，那就是國際刑事法院了。2025年3月，在馬尼拉機場呢被捕的這個老杜被送到了海牙受審，並且呢在今年已經判了3宗謀殺案有罪。馬克思政府的態度發生了180度大轉變。在老杜當政的時候啊，他們堅決不與國際刑事法院合作，而今呢，則是默認甚至是協助國際刑事法院對敵對這個方的要員進行調查，啊，企圖借助外力來這個逐一鏟除手中的重要的分子。那麼另外一端呢，就是這個菲律賓糟糕的經濟發展情況了。目前呢，菲律賓的日子呀很不好過。由於這個中東局勢緊張，那麼在3月的時候，馬克思就頒布了行政命令，把整個國家置於能源危機之下，並且當時的這個石油庫存只能維持40多天。那麼到了4月份為止，菲律賓的通貨膨脹率呢達到了7.2%，第一季度經濟增長速度下降了2.8%，比索呢也成為了亞洲表現最差的一種貨幣之一了。柴油價格上漲了1倍左右。食品呢以及交通等等生活必需品的價格也隨之上升起來。首都很多這個政府部門也開始實行這個每週工作4天來減少成本。3月底的時候呢，菲律賓派出副外長到泉州參加中菲外長會談，並且要求中方繼續向菲律賓出口這個成品油、化肥等等產品的同時，又提出一個中國政策。中方呢也伸出援手，運送了大約26萬桶的柴油給菲律賓，以解燃眉之急。但是呢，沒有想到的是，在南海問題上，菲律賓呢仍然會與美國、日本一起製造麻煩。這邊呢一手伸手這個求救，另外一邊呢後邊又捅刀的行為，也使得中方反擊措施相繼而來。那對於沙拉而言，手中握有的底牌只有2副。第一張就是民意調查的結果，馬克思的治理成績擺在眼前。能源危機、物價上漲、防洪工程當中出現的這個一系列的貪污事件，就使得民眾不滿的情緒越來越大。但是沙拉的支持率一直都很高，在這次彈劾案被參議院的這個否決之後他又會得到一批受害者式的同情分，並且加強自己的民意支持。那第2章呢，是這個棉蘭老島，那這裡是杜特爾特家族的統治了數十年的地方。多年的鐵票根基這個依然存在，也是它的主要的依靠之一。目前的情況已經很清楚了，參議院的布置呢已經完成，在卡耶塔諾的帶領之下，彈劾案被阻止的這個可能性很大。那接下來的幾個星期將會是一個重要的時刻，彈劾審判如何進行？最高法院是否會再次插手？馬克思是否會有後招來逆轉局勢？都會對最後結果產生影響。那對於沙拉以及整個的杜特爾特家族而言，這次戰鬥已經到了不得不打的地步了。如果能贏得勝利的話，則可以獲得參加這個2028年總統選舉的機會，並且還可以用來對付敵人。而一旦失敗的話，則意味着整個家族的政治生涯就此終結。那對於菲律賓這樣的國家而言，是吧？在國內政治上打得死去活來的時候，在國際關係當中的搖擺不定，在經濟發展當中出現巨大的缺口，卻沒有辦法去填補。參議院裡的槍聲停止了，但是馬尼拉的政治風暴還沒有結束。好了，感謝收看今天的謝飛觀察，我是謝飛，咱們下期再見。